旗舰手机的差距真的只在规格堆叠吗？至少三星不是这样想。Galaxy S26 Ultra 真的比 S25 Ultra 还要强大，直接比较就知道你该不该入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Galaxy S26 Ultra 发表后，很多朋友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我该不该升级。其实说真的 ，Galaxy S25 Ultra 呢已经是一台非常成熟的全能旗舰，但 Galaxy S26 Ultra 的升级并不是在规格上的堆叠，而是想办法把日常使用手机会遇到的麻烦变少。所以到底升级了哪些有感的体验呢？这些体验会让你现在就想要换手机，还是觉得我还是等等 S27 Ultra 好了？等等看完影片后，再麻烦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开始吧。在2024 MWC 中，三星曾经推出 Flex Magic Pixel， 这个主动式防窥技术，没想到这是真的在 Galaxy S26 Ultra 中出现了。那说到防窥，经常搭捷运或是公车的朋友一定非常有感。有时候回个讯息、滑个 IG、看个养眼的影片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旁边的人用眼角余光扫到，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自在。所以很多朋友干脆就贴上防窥贴片，但贴上后虽然提高了安心感，但在日常使用上你放在桌面如果有讯息通知，连你自己都看不到那 Galaxy S26 Ultra 这次的防窥做法是把 OLED 像素分为只有正面可以看到的垂直光线防窥像素，还有呢上下左右都可以看到的广视角像素两种。那当需要防窥的时候，就把广视角像素关闭，那你上下左右就看不到了嘛旁边的人当然也就看不到，就达成了防窥的效果。而且很厉害的是，它可以把特定的 App 设为防窥模式，也就是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它就启动防窥。像是比较私密的行事历，或是银行 App， 或是其他东西，你就可以设定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锁定 IG 吧，毕竟我上面都是好。另外，也可以设定讯息通知进行防窥，通知跳出时，旁边的人就完全看不到。但这样做有没有缺点呢？真的有。在没有开启防窥的时候，正面看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异状。但从旁边看时会发现光衰会比较严重，也就是比较暗的意思。另外，在开启防窥后因为关闭广视角的像素从正面看亮度会降低以外，整个 resolution 解析度也会降低。不过说真的，我觉得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使用体验整个体验还是相当的好。所以如果是你会选择继续使用 S25 Ultra 贴防窥贴片呢，还是升级成 S26 Ultra 呢？讲完防窥之后，我们就进入大家最想要听到的 AI 部分。近期代理式 AI， 也就是 AI Agents 越来越流行，它可以主动帮你进行一大串的流程那这次 Galaxy S26 Ultra 也跟上这个浪潮，推出了 Now Nudge， 它会判读你当下的情境，然后提示你可能要做的下一步。例如说啦，有朋友要传讯约你出去玩一般状况底下，你就会先确认一下行事历后再回复嘛。但 Now Nudge 看到讯息之后，会主动查询你的行事历，并跳出通知告诉你说，你那天有没有行程，让你可以直接回复，非常的好用更有趣的是，这种 AI 的主动也会延伸到通话与防诈。那以前遇到陌生来电，你就是接或是不接顶多是靠 Who's Call 来挡一下。那 S26 Ultra 这次加入了 AI 来电筛选，电话来的时候直接用 AI 帮你接听。询问来电目的后，显示在荧幕上，让你判断要不要接听。这个就有点像是总机在帮你过滤电话一样，不用把时间浪费在不想接听的电话上。不过这个功能呢，台湾要有一阵子才会有机会上，也就是一开始它不会有啦。所以这个功能我超级想要的。再来是搜寻圈 Circle to Search 也进化了。它也有着物件辨识搜寻功能，可以针对图片中单一物件进行搜寻，比起之前只能整张图搜寻要方便太多了好了，那这些功能应该都有机会下放到 Galaxy S25 系列 Z Fold 7或是 Z Flip 7上面，不过到底会支援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那就看你要不要等咯。Galaxy S26 Ultra 的生成式 AI 修图，我觉得超级好用。在 S25 时代都要在特定功能下用圈选的方式来修图，现在新的方式直接用打字或是用说的就好。例如说，想要帮已经咬一口的蛋糕补回原来的样子，
就直接下指令就可以。那甚至想要放上一杯咖啡杯或是更换背景都没问题，只要用讲的就可以。如果想要更换人物的衣服也是可以哦，例如说我把 model 换成啦啦队的服装，只要下指令就好。但如果指令比较在边缘像是我要换上泳衣或是把它怎样呢，可能就不会被允许哦。那贴图生成也更智慧，可以依主题延伸各种风格并可以直接在讯息中的对话使用这个也很好玩。那这几个功能也会下放吗？同样 S25 系列 Z Fold 7跟 Z Flip 7应该有机会，但在更前面的机种，我觉得就不一定了。Galaxy S26 Ultra 的相机到底有没有升级呢？我只能说，虽然感光元件跟镜头配置都跟 S25 Ultra 一样，都是4镜头配置感光元件也都一模一样，但镜头结构有改变，功能也增加了。这一次的规格上呢，提升的是光圈那提升2个镜头的光圈，一个是1倍广角镜头从 f1.9 提升到 f1.4那我直接有实拍比较，在灯光昏暗底下真的有明显差距那夜拍真的好太多。那另外5倍望远的光圈也从 f3.4 提升到 f2.9，实拍下差距也非常的大，整个是超有感的所以之后要拍摄演唱会用 S26 Ultra 应该就会更好拍更实用。另外一个升级我也觉得非常有感，就是水平锁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实测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分别用锁定水平跟没有锁定水平做比较。没有锁定的手机拍摄角度就会随着手机翻转而转动。那当然有锁定了，就会一直保持原本的水平状态，而且效果超级稳定，跟得超紧的这对于喜欢录制动态的朋友，像是玩跑酷玩滑板或是玩一些极限运动一定就会超级有感的。好，接下来聊这个升级，已经迟到非常久了。不过有升级就是好事情Galaxy S26 Ultra 虽然电池一样维持5000毫安时的容量，不过终于摆脱万年45瓦的充电速度，提升到60瓦了。官方表示30分钟可以充到 75%， 另外无线充电也提升到25瓦，充电速度真的会非常有感。处理器部分，全球市场的 S26 Ultra 都会使用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 for Galaxy不过 S26 跟 S26 Plus 特定市场可能会用上 Exynos 2600。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但我猜应该不会那外观部分一样维持很多年不变的经典设计，当然都是有一些细节的小调整那镜头模组上多了一块小底座，那整个模组是比 S25 Ultra 要凸一点点。那机身部分 ，S26 Ultra 的厚度只有 7.9mm， 比 S25 Ultra 更薄，但长跟宽呢都稍微大一点点，边角也变得更圆润一些。那对了，这次材质上也有调整。从钛合金改回铝合金，那跟隔壁棚的一样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官方说法是可以有更好的颜色变化，也是比较好上色的意思也能兼顾耐用度对了，大家关心的 S Pen 的部分，它的蓝牙没有回来这一点我只能叹气那另外呢，快速分享功能目前也还没有支援 AirDrop。不过这个功能就是箭在弦上，就看 Google 哪时候要放行给三星使用。好啦，所以你会想要换 Galaxy S26 Ultra 吗？我先说我会想要换，因为主动式反馈对我来讲实在太实用了那加上录影的水平锁定、生成式 AI 修图，都是我马上想要使用的功能。那你会想要换 S26 Ultra 吗？以上就是帮大家整理了 Galaxy S26 Ultra 主要升级点，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